第39章仪式复测。成人仪式的举行，其程序的繁琐程度简直有些让人脑袋发疼。坐在台下，萧炎望着台上那被摆纵的犹如木偶一般的少年，不由得揉了揉额头，对着身旁的薰儿苦笑道：这成人仪式简直是自找苦吃。看着萧炎无奈的模样，薰儿水灵大眼睛微弯，笑盈盈的道：没办法，这是一直传下来的规矩，就算是萧叔叔他们也没办法更改。萧炎叹息了一声，无奈的点了点头，刚欲无聊昏睡，眉间忽然一挑，微眯着眼睛缓缓地转移到左边台下。在距离两人不远处，萧宁正满脸嫉妒地盯着与薰儿笑谈的萧炎，瞧得后者望过来，顿时挑衅地扬了扬拳头。白痴！轻轻地吐出两字，萧炎目光左偏了一点，望着那站在萧宁身旁的萧玉，视线在那对高挑性感的大腿上肆无忌惮地刮了几眼，最后带的那女人脸颊变得铁青之后，这才冷笑着收回目光。一旁瞧着萧炎如此，薰儿好笑之余也有些无奈，只要一接触到萧玉，萧炎似乎就会脱去往日的平淡肆无忌惮的模样，每次都要将后者气得暴跳如雷。斜靠在温凉的木椅之上，萧炎轻嗅着身旁少女那清新的体香，有些悠闲的闭目静待。台上的成人仪式在进行了一大半的时候，也终于是轮到了萧炎。听着台上的喊声，高台上的贵宾席中顿时移下了一双双夹杂着好奇与质疑的目光。今天他们参与萧家的成人仪式，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想要确定一下这位最近在乌坦城传得沸沸扬扬的少年究竟是否如同传闻中的那般。听着喊声，萧炎缓缓睁开眼眸，周围那一道道夹杂着各色神情，犹如看猴一般的目光，让得他在心中无奈地摇了摇头，轻吐了一口气。萧炎小脸上保持着古井不波的平淡，然后在满场目光的注视下，一步步地踏上了高台。成人仪式的主持人是二长老萧英，虽然这位二长老以前一直没给过萧炎什么好脸色，不过自从那日的测验之后，他明显也收敛了许多，至少以前那股毫不掩饰的不屑已经没有再出现在那张苍老的面孔之上。眼神有些复杂地望着面前这几乎是咸鱼大翻身的少年，萧英心中叹了一口气，面庞略微抖了抖，从身后的台上拿去几样仪式所需要的材料，然后对着萧炎行去。瞧着走来的二长老，想起先前仪式的繁琐，萧炎就不由得感到头疼，苦笑了一声，认命般地闭上了眼眸。在全场目光的注视下，萧炎如同白痴一般地立在原地足足半个小时，那些繁琐的仪式这才缓缓落幕。心头松了一口气，萧炎睁开眼，望着洒满全身的各种香料，郁闷地翻了翻白眼。搞完这些繁琐的东西，二长老也是抹了一把汗，转身走到黑石测验碑前，大声道：仪式复测。仪式复测也就是再一次的测验斗志气，1月前的那次测验只是预测，目的是将族中优秀的种子挑选而出，而这些优秀的种子族人才具备在这高台上举行成人仪式的资格，而那些7段之下的族人却只能举行一些简略的仪式，颇为寒酸。仪式复测也要比预测严格与精细许多，这次的复测便是实力为2星大斗师的二长老亲自监控检验，由此可见他们对成人仪式的重视程度。听着二长老的大喝声，本来还有些无聊的台下顿时精神抖擞了起来，一双双目光直接投向了高台上。贵宾席之上，那些来自各方势力的目光也是紧紧地盯着台上的黑山少年，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便是为了确认这位曾经让得乌坦城为之惊艳的天才少年是否再次恢复了以往的天赋。无视于周围那些火热的目光，萧炎小脸平静地走上前去，在黑石碑前顿下了脚步，眯着老眼望着面前的少年。二长老干枯的手掌触摸着黑石碑，一丝斗志气灌输而进，然后面无表情竖立一旁。然而当目光在闪过萧炎身上时，依旧是忍不住地掠过一抹质疑，这小家伙真的到第7段了。看来萧炎此次所造成的震撼给予了这位二长老颇大的打击，即使他心中明知道测验碑极难出错，可他依然有些顽固的不愿相信，所以他此次自动请缨，亲自监控萧炎的测验。没有在意他目光中的质疑，萧炎手掌缓缓摸上石碑，望着高台上摸着石碑的萧炎，
台下，萧玉柳眉忍不住的微微一皱，偏头对着萧宁低声问道：“那家伙真到第7段了？”由于萧玉最近2天才从学院请假回到家族，所以他并没有亲眼见到那日的预测。被姐姐询问，萧宁有些苦涩的点了点，闷声道：“不晓得那家伙吃了什么东西，1年内真的崩了4段斗志气。”被再一次证实这传言的真实性，萧玉红唇紧抿，有些恼怒地跺了跺性感的长腿，怒瞪着场中的黑衫青年，俏丽的脸颊扬起一抹倔强。没有亲眼看见，我很难相信那废柴能翻身。深吐了一口气，萧玉冷笑着盯着场中，上次一定是这家伙做了什么手脚，这次由2长老亲自监控，我看你如……冷笑的低语还未说话，萧玉俏丽的脸颊便是骤然僵硬，剩下的话也是被凝固在了喉咙之处。高高的木台之上，巨大的黑石碑光芒绽放，金色的大字龙飞凤舞地出现在石碑表面。斗之气8段。